这边就是我们的考试赛道，这是这条黑道旁边这条竞速道。铁锅考试前的最后一次热身了。Wir haben jetzt 9 Tage perfekt geschafft. 提高自己吧，纠正别人错误过程中锻炼你的眼睛。压力很大。栋哥今天有2个考试，本来以为出来度假的，但我觉得唯一有点遗憾就是这个课堂里给我压力还挺大的。我们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对滑雪，对是吧？不是随便玩玩的。他们也有这一天，他们也有这一天，太开心了。 Vielleicht sehen wir den einen oder anderen von euch, der hier zuschaut, dann als Skilehrer hier in Tirol. Alles Gute. Alles Gute. Mach's gut. Ciao. 你上考场到雪道上滑下来，只是一个过程而已。蒂罗尔滑雪教练协会，这就是我们在10天的时间里要学的所有的理论，厚厚的一本。蒂罗尔是阿尔卑斯山奥地利那边的滑雪圣地，是欧洲的几大滑雪圣地之一。logo 是一只鹰，然后踩了2块雪板，满满的有德国人、奥地利人、说德语的人的那种比较刚硬的设计感。在我看来，甚至还有一点冷幽默在里头。因为鹰需要踩滑雪板吗？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管这个 logo 你觉得设计的怎么样，这是我滑雪生涯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也是一个纪念。因为我大概在1年前得到了蒂罗尔滑雪教练协会的认证，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在很多年以前，我开始学滑雪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滑雪教练。很多小伙伴也问我了，滑雪不就是滑吗？重力做功滑下去就行了，有必要成为滑雪教练吗？但是我们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嘛，在滑雪上同样要有追求。所以呢，我去学了这个滑雪教练，然后得到了很多东西。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10天里，我跟小伙伴们一起同甘共苦，他们为什么要成为滑雪教练，我们一起学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最后怎么成为教练的。这段经历对电视机前的你来说，肯定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就开始吧。大家好，我是阿空，欢迎来到极旅程频道。有点热哈，不是风扇呢，咱们换身衣服。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小伙伴们为什么要成为滑雪教练呢？3人行队友我是其中一个毕老师，水平很高。栋哥呢是在那个炫酷方面，除了阿空之外，很佩服的一位。好，我就来采访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学这个滑雪教练？就是提高自己吧，纠正别人错误过程中锻炼你的眼睛，你会给他找一些练习，让他做什么东西，对啊，对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对，然后就是做的这些练习，就是主要是为了自己提高效果。先是为了自己提高。栋哥呢？面对相关原因，我是全国我们要走上全世界。滑雪可以让你感受到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一种自由。上教练培训班，又会靠此去挣钱，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就是在自己的滑雪生涯中能够达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说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程度。蒂罗尔，Zoelen，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来学这个滑雪教练呢？当然都是为了跟毕老师一起度过这这么嗨的一个看，请国内的各位观众啊，大家认清楚这张骚气的脸。记住啊，在他的身边呢，总是徘徊着无数年轻美丽的滑雪女爱好者，帅哥和美女。对，
说真的，你是真真的采访。对，这个要给全国人民全是看。主要就是为了提高一下自己的滑雪技术嘛。我们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对滑雪，对吧？不是随便玩玩的。对，看到这个，看看装备就可以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追求啊？那身上这些装备还是追求一下，是吧？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要成为滑雪教练呢？因为第一，我也想提高自己，在滑雪这个事情上，我们是有追求的。第二呢，我成为了滑雪教练，我会学到很多的东西，我希望把我学到的这些技能呢带回来，在我跟朋友、家人、孩子们一起去滑的时候，我能够帮助他们提高，让他们能够滑得更好，更能够享受到这个滑雪的快乐，把快乐分享出去，不是更快乐的一个事情吗？我现在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因为那个距离看不见我的 Race Tag 的美和魅力。太帅了！因为我要给你展示我的核电池，空气动力学的板头防护设计、3D 减震设计和核电池。这块儿，Atomic S9，这是把我跳过了。款前年的款式吧。S9，看，这是毕老师的板啊，这块板。毕老师来讲讲核电池在哪儿？核电池在动哥的板上。核电池就是那根，哎，别打岔，来，核电池。因为你没有采访我的板，我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啊！接下来是板头那个金属圆圈，我也有啊，你看。你那个太丑了，你这个不行。你那是9。我要换 S9i， 我决定。Slalom Racer。好，毕老师的板，我的板就别看了，他的板也别看了。这是我的板子，去年在我成为滑雪教练之后，很快就送给了自己这么一个礼物。Fischer 品牌，奥地利的品牌，外贸协会的我是很喜欢这块板子的，非常漂亮。然后Fischer板子的一个特点，底下是亮黄色，在白色的雪面上非常的漂亮，反着光。The Curve RC4 GT Race Cover GT。又是 Race Cover， 但是带了个 GT。这 GT 的意思呢，就像宝马的 GT 车一样的，它不像 SL 的板子那样特别的快，小跑车一样的，它更像是一辆 SUV。但是 Sport Utility Vehicle 嘛，它的 Sport 性能也是在那儿的。它虽然比较长，但是因为它的腰线是比较有曲线的，也可以比较快。如果练得好了，转小弯也是没问题的。我的教练推荐过我的板子，买它的时候还没有上市，是通过本地一个开滑雪店的朋友提前拿到了这块板子，当时非常的兴奋，非常喜欢的一块板子。没有哪个男人是不喜欢装备的。民叔妹子，对不住了，你那块板子我还是没记住叫什么名字。Famous 平凡就是力量，平凡就是力量。请给我一个特写可以吗？什么板子？媒体记者重点特写，拍一下我的这副站板，请注意叮咚，核电池。我的卡 Race Tag。这4天过去了，你有什么觉得有什么收获或者感想？收获感想这个问题，我们教练今天刚好问过我，我就从这4天的练习跟他说了一下，说我从来以前学滑雪没那么系统的滑过，然后跟着他从最初学的，虽然有些动作对我们已经会平肩滑的挺简单的，但其实你回去弄一下，就把那些原理其实搞得会更清楚一点，而且基本功更扎实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最大的收获。对，但我觉得唯一有点遗憾就是这个课程对我压力还挺大的。以前本来想是10天刚好来度个假，顺便拿个教练证，现在觉得是为了拿教练证来度个假，顺便度个假。对精神的要求其实挺严格的，所以你在滑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很多的东西，你总会忘一个东西。最后我们能拿到教练证的话，就必须要做到所有学到这些东西都跑到自己的血液里面去，你不用想，你就可以做出来。我觉得这一切对一个热爱滑雪的人来说都是值得的。值得的。
在3天、4天、5天赛程过半以后，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最大的感想就是基本功太重要了。因为我是用平行滑雪这种方法学会滑雪的，一开始就是平行的，没有学过八字，所以学的基本功的这个路数呢，跟八字式或者离式有点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基本功其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如果基本功滑不好，你就没法一步一步的提高。所以呢，滑雪教练这个课程，它会注重提高你自己的基本功，你的 Eigenkönnen。所谓的 Eigenkönnen 就是你自己要滑得好。之后的日子里呢，其实是不停的在磨练我们的基本功，特别是在后面几天，在红道、黑道上去了很多，在比较陡的坡上，你要把动作做对，那是更大的挑战。教练他太厉害了。他用一块大回转的板子，非常的长，在小弯转的嗖嗖的，雪包也是嗖嗖嗖就下去了，一点没有难度。他的眼光非常的毒辣，他一回头就能看出来谁动作有什么地方不对，然后一一纠正。我们再根据他的指点一一的去改。虽然每次他指点了一个东西，但其实你身上可能有好多个不同的毛病，一旦你想了这个，你可能就忘了那个。所以呢，基本功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练到你的肌肉记忆里面去。其实基本功应该是肌肉的记忆，是不是？到了有一天，你可能会进入一个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境界，那就厉害了。我们也能感觉到我们自己眼光的提高，我们也能够很快看出来谁的动作对还是不对，在什么地方还可以提高。这也是这10天对我们带来很大进步的地方。Peace， 这就完了吗？压力很大。栋哥今天有2个考试。本来以为出来度假的，这是我每天他妈5点多起床，12点睡觉，我连吃早饭、吃晚餐的时候都在看书，压力好大。我告别学生时代这么多年，挺好。每天赶第一班缆车。正在学习的这个毕老师要说2句吗 ？Yes sir， peace。哦 Kiki 也已经 peace 了，是吗 In the peace。OK。最后一天的训练。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7点钟吃了饭，然后8点钟你想赶第一班的缆车上山，这样你才有时间可以自由滑，要不然你全天时间都是跟在教练的屁股后头嗖，在各种雪道上面练的，没有时间自由滑，因为你从9点到下午的3点，你一直是在学习，然后3点半要开始学理论了，理论课是大课，100多号人的课，有的人就在里面睡着了的，说谁知道啊？这本书教学手册，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步一步学滑雪和教别人滑雪的技术要点和理论，看看做了多少的笔记啊！从上大学以来，没有这么好好的学过这么一门课程。从第一天开始，它就一直是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头，带着它到哪儿都看看，缆车上看看，吃饭的时候看看，晚上回到酒店还得看，一直看到10点、11点、12点，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钟又起床，这就是我们的10天。所以这不是来度个假拿个教练证就回去了的，要学，全都要学，很多地方还要背下来，全是德语的。对，说了德语，教练说的也是蒂罗尔本地口音，很费脑子的一个过程。听不懂怎么办呢？总是努力的抢位置，抢到在他身后的第一个人，然后仔细的看他怎么做，然后再把自己的动作照着他那个样子做出来。然后他回头来一看我们这个滑得不好，马上就说你这地方做的不对，马上再改。一旦你这个基本功练好了，其实其他东西都是一级一级台阶往上上的，是水到渠成的，所以基本功太重要了。然后还有一点是要考教学的，教练会随机的抽你出来考其中的某一项，你要在其他的学员面前把这个技术动作解释好，然后还要带大家做相应的练习。你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个练习，你不知道你哪天会考这个教学。看看我们的栋哥都快疯了，开玩笑了，栋哥。不管怎么样，如果一步一步的练下来，到了最后你上考场到雪道上滑下来，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拿到教练证，每个人都可以的。Jetzt der Johann, ja, wir haben 9 Tage geschafft. Ja, wir haben 9 jetzt Tage 9 zusammen Tage verbracht. Stimmt. Genau. Wir haben jetzt 9 Tage perfekt geschafft. Also hier natürlich optimal. Viel gelernt, viel trainiert. Genau. Beste Bedingungen. Jetzt ist Schiller Anwärter, das ist der Schneesportlehrer 1 hier in Österreich.
Und hier in Tirol, wir haben natürlich hier unser Top-Team. Logischerweise muss ich uns ein bisschen loben. Ja. Wir sind in Tirol natürlich hier klasse drauf mit unseren Alpen, mit unserem Schnee. Und ich glaube, schöner kann man es nicht haben. Vielleicht sehen wir den einen oder anderen von euch, der hier zuschaut, dann als Skilehrer hier in Tirol, als Anwärter und dann auch in Tirol beim Arbeiten. Würden uns freuen. Viel Spaß. Werden uns auch freuen. Würden uns sehr freuen. Sehr gerne. Ja. Sehr gerne. Und alles Gute. Axel, alles Gute. Mach's gut. Ciao. Ciao. 最后一天了，考试日今天是荷兰人缆车上去，今天最后的热身，祝我们好运。考试前的最后一次热身了，这边就是我们的考试赛道，这条黑道旁边这条竞速道，待考的教练候选人穿着号码的在那热身了，看那动作。我们要考3个科目，然后从最上面那个地方开始考一个 corridor， 一条长廊要滑下来，然后动作要特别标准，再考一些基本功在下面，动之后。最后我想说的是，这10天给我的滑雪生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自己也提高了很多很多。但是拿到了教练证，并不是一个结束了，而是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还有很多台阶可以上，还有几级教练可以考呢。在追求完善自己的路上和自己热爱的东西的路上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经历了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路需要走，才能到达一个知道自己知道的境界。这段旅程是很让人期待的，然后我还有能力把这个快乐再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更好的体会到这个滑雪的快乐，把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最大的快乐，这就是我最后的收获。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一期，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订阅我的频道吧。那么我们就雪道上见了，是不是？大家好，我是阿空，欢迎收看极旅程频道，再见。哇！